哎呀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从喜鹊的嘴里面救下来一只小麻雀。看它身上的伤口，太惨了。再晚1秒钟，它就被喜鹊给分尸了。那只喜鹊已经飞到那一片竹林里面去了，还在那儿看着嘞。这只小麻雀肯定是从窝里面掉出来的，然后被喜鹊捡漏了，把这个幸运的小家伙给带回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活。我刚刚检查了一下，2个腿都有伤，应该是没有断。右腿的大腿内侧撕裂的一道伤口，看着有点吓人。等一会儿给他上点药。我刚才赶紧给他伤口的位置上了一点药，然后现在给他做了一个窝，放在窝里面养2天就知道了。刚刚就是这个家伙，现在还站在这里鬼鬼祟祟的。这个季节所有的鸟都在繁殖，特别是我们这边的麻雀数量太多了，所以说很多鸟都喜欢抓麻雀吃，因为数量多又好抓。第2天，它的伤口已经开始在结疤了，目前来说还是太小了，它不会站起来，也不知道它腿有没有断。反正以我的经验，感觉应该是没有断，都是皮外伤。昨天给它喂食物都是掰着嘴用注射器打进去的，然后今天稍微好一点，它知道张嘴了，食欲还挺强的。第3天，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它的这个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很明显看出来还有一点点肿。这家伙恢复的挺好的。今天你们看一下它的食欲特别强，喂的是小鸡饲料加煮熟的鸡蛋蛋黄，一次能吃好多，2个小时吃一次，每一次最少都是3口。这玩意儿的确是太小了，在喜鹊眼里面，它们和一条虫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捡到这个小家伙的第4天，现在它已经能站到我手上了。这种小型鸟有一个优点，成长的速度特别快，真的一天一个样子。毕竟它们属于食物链的最底端，如果长得再慢一点的话，那成活率就更低了，靠的就是速度。现在直接给它喂小型的消音器，一口就吃饱了。第5天，刚给它搞点食物，吃饱了它就飞走了。不过它只能飞几米远，直接掉到沟里面去，又被我捡回来了。看来这小子也是一身反骨啊。不过它现在还不会自己找食物，放出去之后，它的死亡率是200%。它身上的伤对它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影响了。第6天，刚给它喂饱，带它出来熟悉一下环境。这家伙的胃口是真的越来越好了。今天是第7天，他之前的伤基本上已经好了，但是今天他又受伤了。我都好奇怎么受伤的总是他呢？看一下他这个脚，今天不知道被什么给咬了，流了不少血。看一下他的脚，脚趾头都歪了，这可怜的孩子。这2天我手养了一只魔术鸽，把它们2个关在一起。看这个魔术鸽的背上都是他脚踩的流的血，他们俩感情特别好，他每天都躺在魔术鸽的背上睡觉。来吃点鸡蛋补补身子。不过对于这只小麻雀来说，受伤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不是在受伤就是在受伤的路上。好，这一下吃饱了，这只魔术鸽也吃饱了，看它的嗉囊里面全是食物。还是让他们2个住在一起，还可以互相保暖，挺好的。肯定不是这一只魔术鸽啄的小麻雀啊，因为这只魔术鸽还小，而且本来魔术鸽就特别温顺，成年的不敢放一起，但是都是幼鸟的话是不具备杀伤力的，是没什么事儿，肯定是其他的鸟咬的。继续养伤吧，隔三差五的给大家拍摄一下即将消失的柿子，有没有觉得一次比一次少啊？来整几个回去试一下。兔子喜不喜欢吃柿子？摘柿子的时候眼睛一定要放亮一点，风险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，即使我皮厚我也有点怕。我正准备摘的时候，有一个柿子掉到地上来了，这种就是熟透了的，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小鸟的最爱。我还是自己摘吧，刚那一个留给附近的野生鸟吃，我自己摘了3个。你的鼻子还挺灵的是吧？我刚摘完就飞过来了，自己不会去摘吗？赶紧滚！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这个柿子特别好看，但其实味道并不是特别好。放这里，我去把兔子给带过来。这个脸皮厚的也闻到味儿了，赶紧过来啃2口。
兔子已经到位，以前总是越狱，笼子关不住，后来干脆把它们关在猪圈里面，全部圈养在一起，现在越来越肥了。顺便掰开一个柿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左边的状态就是熟透了的，右边还差一点点，不过小鸟都喜欢吃。这一个就留给八哥和四光吧。给兔子放了一个柿子，它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就闻了2下，咬了一口，然后看都不想看一眼。我觉得它是不是咬不开嘞？于是我就辅助了一下，结果它还是没兴趣，这不符合吃货的气质啊！而且我发现，自从放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胆子特别小，像个野兔一样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它都特别警惕。算了算了，看来柿子它不喜欢，给它搞点菜，去隔壁的菜地给兔子借一点菜。它种的菜实在是太小了吧，我都不忍心下手。算了算了，放过它。还是在我自己的菜地扯一点菜，都被虫子咬过，干净又健康。小兄弟，如果这个菜叶你不吃，说明你不是不喜欢吃柿子，你只是不饿。他闻了2口，就大口大口的在吃菜叶，看来柿子的确不喜欢吃。好歹试一下别的口味啊！如果不是我帮你摘柿子，你这辈子怎么可能吃到树上的东西呢？是吧？事实证明，这个家伙的确是不喜欢吃柿子，菜叶还是挺喜欢吃的。这2片菜叶就赏给你了，回家之后分给你的兄弟姐妹们。你们这4个家伙是准备啃老是吧？刚我说给土花梅搞点面包虫，结果这4个家伙一下就飞过来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给吓飞了。我刚刚把1盒面包虫都倒给他们了，还好，吃饱之后集体上树吃柿子去了。还有几只野八哥，这上面我已经分不清了，他们现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这个功夫，赶紧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黄豆地里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应该不在里面。哎，四光和八哥也飞到黄豆地里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扰我找土花梅。这几个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头痛了。我已经发现它了，在这棵桂花树里面，找一下吧。在这里发现它了，这家伙别人捡到给我送过来，到现在养了差不多2个月了，还不会自己找东西嘞。所以说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来了，锻炼它一下。饿了就赶紧过来呀，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猜它又饿了一早上，因为这个季节本来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学习的速度特别慢，现在每次还等着我喂它呢。不过问题不大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慢慢的总会自己捕猎，只不过在这期间一定要小心流浪猫之类的。1号天敌呀，我把它从树上给拐下来了，还等着我给它喂吃的呢，到现在还没开始换羽毛，所以说在这个期间一定要给它增加营养，免得到时候营养不够直接暴毙的。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挠痒痒了，我这手法还是这么熟练，它还是这么喜欢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几只搅屎棍飞走了，赶紧给它搞点面包虫，补充一下营养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欢给它挠痒痒的，特别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给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让我喂你。一口气吃了7条面包虫，还没吃饱嘞。吃完了等一会儿给你拿吧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镊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给它喂食物，也可以给它按摩。不过还是没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会儿再给它拿一点面包虫，根本没吃饱啊。这家伙是今年尾窝的，预计最近直接给它放生有点不现实，等它一边换羽毛一边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几只搅屎棍，就剩它一个还在这里吃柿子，我估计其他的几只和野八哥一起飞到别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，最近飞得越来越远了。我正准备回家带大家看一下鸡哥，结果被一只猫穷追不舍，
这一只猫小的时候正好是暑假，一帮小朋友天天和它玩，导致它现在饿了，见到谁都追。但是追我没用啊，我最不喜欢猫了，没给它吃的跑了。走回家。你们两个也注意安全啊，傻乎乎的样子。带大家看一下鸡哥，看鸡哥正在这里发呆。最近因为你没有出镜，所以网传你已经被我给下锅了。来，你证明一下你还活着在。这不是标本啊，还是活的，只是喜欢发呆，不愿意动，仅此而已。因为现在过了发情期，所以它也不喜欢叫，背景里面很少听到它的叫声，也很正常。我们在这里蹲守一会儿，看它叫不叫。还是挺给我面子的啊，我在这里逗了它一会儿就开始了。虽然说听起来不是很高兴，但是还是叫了2嗓子。现在一天能听到它叫1次就已经不错了。就是过了季节之后，它不愿意动了，有的时候能站在一个地方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，强行把它捆绑出来了。看它这个头动得特别机械，看着像假的一样。你再动一下。我把鸡哥放到手上之后，也不知道狗子高兴个啥，在旁边不停的摆尾巴。你们也玩不到一块去啊，你激动个啥呀？鸡哥现在对什么都没兴趣，除了把它放到地上，他特别高兴。而且他的智商现在已经明显下降了。如果他跑到没有泥的地方，就像视频刚刚开始的样子，就站那里也不动了，待几个小时。这是我强行把他带到菜地里面来的，然后他的状态马上就发生了变化。主要是现在菜地里面都撒种子了，所以说不能让他一直在菜地里面这么玩，菜都白种了。最近这小伙子的颜值也是越来越低啊，尾巴又掉光了，2次换羽毛真不容易，质量不好的羽毛都换掉了。要不你和狗子玩一下？你看狗子现在找不到朋友玩了，看到你多激动，这是不挑食的啊。算了算了，玩不到一起去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这是前段时间换好羽毛的样子。最近因为营养不错，所以质量不好的羽毛会2次脱落，再次换羽毛，这个也很正常，换好之后就会好看的。最后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儿啊，鸡哥没有被我下锅，好好的，二驴也好好的，别一段时间几个小动物没出镜，就在评论区说他们已经下锅了，这是不科学的啊！视频为证，视频为证。自从柿子要成熟之后，每天都是各种鸟在上面偷吃啊。我过来找一下鸟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没有在上面。发现这货正在这里偷吃的，看这个柿子已经吃了一半了。这里还有几只魔术鸽，你们几个吃粮食的待在这里干啥呀？水果又没兴趣。今年的柿子长得挺好的，不过越来越少了，都被这些小鸟给偷吃了。这个柿子已经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经成熟了。都这个季节了，蜜蜂还来凑热闹嘞。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被蛰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这些柿子每年我们都没摘过，全部都留给小鸟了。今天来选一个，等一会儿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这一个应该成熟了。就你呢，还破了个洞。这几只丝光椋鸟天天不是偷小鸡饲料就是偷面包虫，这几天又天天开始吃柿子，所以说它们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门口附近，反正总是有吃的。这里还有一只公的，母的去哪里了？看这吃的多开心呐，所以说根本饿不到它们呢。母的也被我发现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长得比较丑，公的颜色特别漂亮。走了走了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其他的野生鸟想过来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扰他们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去吃柿子啊？在这扯我多肉。这是饿炸毛了还是刚洗完澡啊？应该是刚洗完澡，也饿不到它。这2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飞到家里面去偷吃小鸡饲料，我去给他们做个消音器，可能家里放的饲料没有了，好久没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话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哦。特别是这2只小八哥，
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准备啃老吗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们两个赶紧跑吧啊！这2只八哥就是今年别人给我的蛋，然后我孵化出来的，已经换好羽毛了。这一只丝光对消音器还有兴趣嘞，主动飞到我手上来了，把八哥都赶跑了。看，换好羽毛后的丝光两鸟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们几个好像还偷偷的学会了说话，应该是和二驴学的。我听到过几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个柿子放在这里，记住这个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尝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总是偷吃我的多肉干啥嘞？这个丝光换好羽毛之后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它们能在我们家附近繁殖，预计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跑。回家休息一会儿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饭吃，叽叽喳喳的，太多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家伙颜色太鲜艳了，风险系数很大呀。刚才我给它洗笼子，放它出来玩一下，结果就遭遇了一只伯劳的追杀。还好，没事儿。这家伙被追得飞了几圈之后，还好平时和我的关系比较好，直接飞过来找我来了。那一只伯劳已经被吓跑了，正准备让他们繁殖下一代嘞。别下一代还没繁殖出来，就让伯劳给灭了，那我不是伤心死了。还是狗皮膏药比较聪明了。刚刚伯劳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直接飞到家里面去的。正好我把虎皮鹦鹉也带回来了，你们待在一起玩一下，看一下还打不打架。来，见个面互动一下。哎呦，又开始了。你瞎呀，你咬我干啥呀？我就看个热闹，你咬我干啥呀？把菜叶放这里让他们吃一下，再打架就把你们都关起来。不行了，刚说完又开始了。这狗皮膏药脾气太暴躁了，一直追着这个虎皮鹦鹉打。哎，还是把你们关起来吧，就不能让他们在家里玩，每次还要擦桌子，浪费多少纸巾呐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可心柔纸巾，4层加厚，柔软舒适，官方正品。超多秋季护肤、旅行出游小样，领券不到9块9，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。我一次性入了这么多，试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，花小钱超值的。点商城左滑进入试用领取，或者直接点击我的评论区就能一键领取9块9省钱护肤攻略，入手同款纸巾，大牌美妆护肤小样试用，还得来抖音商城点这里就能买。好了，你们2个可以专心繁殖了，我去帮你们找一下那只伯劳，把它赶走。找到的，还在这里嘞，就这一只，不会看错，尾巴特别稀少。进入秋冬季，这家伙会越来越猖狂。看到伯劳，我就想起了我之前放生的那一只小家伙了，特别好看。小的时候天天各种昆虫伺候它呀，没有想到长大之后不是抓我的鸽子，要么就是抓我的魔术鸽，反正只要是放在家门口的小动物，它一个都不放过。哎，后来也是没办法，所以说把它带到山上去给放生了。我一直还挺喜欢这个家伙的，不过本来就计划要把它带到山上去放生，但是放生的时候还真是舍不得啊。后来去看了它好几次，都发现它过得特别好。最后那段时间不是天气太热了吗？我就没有去找它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了。有空去看看它，看一下它还在不在那座山上。兄弟们，再过几天就要放国庆节了，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干啥？这不，国庆放假哪里人都多，所以说嘞，我准备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鱼竿，没事儿在河里面钓钓鱼，多省心呐！路过河边的时候，先过来看一下资源怎么样。好久没来这里钓鱼了，就你们钓鱼佬的专业程度上来看，这里的鱼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搞头啊？对的，顺便让贝贝在这里面洗个澡，又节约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刚到河边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条搁浅的小白条，这还挺大的吧？看这个块头，和贝贝差不多长了。还好遇到我了，你运气真好。放生，
早点回家。从这个情况上来看，这里的鱼真的很多啊。看来在这里钓鱼是没有错，可惜今天鱼竿都没有。这个家伙胆子有点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去找鱼竿。在山边捡了一根，刚加工了一下，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动物啊，刚刚2只小松鼠在这里吃板栗，可惜它们的速度太快了，没拍到，尾巴特别大。这些板栗都没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动物给吃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没被野生动物给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还没成熟吧。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感觉一般般呐，这一根挺长的，但是有点重，不合适不合适。这一根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不喜欢呢。再找一下，这一根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短，差不多1.8米这个样子，将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钓鱼没啥讲究，爱上不上。看，在旁边的地上还看到一个鸟窝，这真的是走哪儿都能碰到啊。这是白头杯的鸟窝，应该是别人在这儿砍竹子的时候给它弄掉的，是个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标鱼竿已经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这几天有时间就过来钓鱼。回来了，这狗子真聪明，它知道我带着贝贝，它今天干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来之后看到贝贝在我头上，它立马离我远远的，它也害怕把贝贝给吓着了。好，国庆节放假，到时候钓鱼我就带你去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带鸭子出来溜达一圈，发现小河沟的水快干了。最近一直没下雨嘛，哎呦，我又有点手痒啊，想看一下有没有鱼抓。这种石头下面都是藏鱼的好地方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好多小鱼小虾呀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龙虾，遇到的也是一种缘分。放了吧。哎呦，把鸭子吓一跳，放的这个位置不怎么好啊。旁边还有一个洞，有一条尾巴露在外面，应该是黄鳝。我们把它掏出来，千万别是那条啊，不科学啊。掏着掏着，这个小尾巴动了一下就不见了。看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，看别人抓黄鳝特别轻松，到我这里就抓不到了。算了吧，还是把它们给盖起来，免得晒死了。不过也是早晚的事儿。这个鸭子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的洗一次澡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很久没有水了，所以说洗澡都是一种奢侈。我又掰开了一个石头，刚才有4、5条小黄鳝，一只大龙虾，我手不能丢啊，扶着在。今天也不抓它们，看看就好。这个石板还是给它们盖起来，以免被天敌发现。这只鸭子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它培养感情了，还行吧，一直跟在我脚后面。自己去玩吧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啥其他的鱼。看这里，好多白鹭的粪便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看得到的鱼基本上都被白鹭给吃光了。每天可能有几十只白鹭都聚集在这里，这些鱼也挺遭殃的，不是被晒死就是被白鹭给吃掉。泥鳅的生命力真的特别顽强，就这个位置我刚随便搬了一个小石板，里面有一条小泥鳅，干成这个样子它还活下来了。给你加餐，没兴趣啊，所以说咯，还是给它放了。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鸭子没兴趣。看这个位置，以前也是一个大水坑，你们猜一下下面有没有藏鱼？干成这个样子了，应该不可能有鱼吧。小石头掰开看一下，没有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袋子下面一定有货。掰开看一下，哎，看，这是啥？一条小黄鳝，好像又要逃跑，跑了。这边还有一条，伸手就跑了。继续找。这里又有一条，这是捅了黄鳝窝吧？这么多黄鳝。这个石头下面又有一条，
看到没？这个位置黄鳝可真多。这个位置今年肯定出生了一窝小黄鳝，没想到遇到天干。哎呀，让你们听天由命吧。这下面应该还有一点点水，如果这几天下雨的话，它们就没啥事儿。还是把它们的环境给还原，挡一下太阳，挡一下天敌，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了。这个小坑里面，刚刚我看到好多鱼啊，明天早上可能就要成为白鹭的早餐。你们两个注意安全啊，小心有蛇。鸭子好像跟过来了，在这里再看一下，我怎么感觉随便一个石缝下面都有货啊？掰开，哎，这是什么啊？直接上手摸一下，摸到了一个倔强的小伙子，他还试图往石缝里面钻，出来了，差点咬了我一口。这家伙，看他逃跑的时候小心翼翼的，放了他。你来晚了，没有吃的。我们最后再搬一块石头，不看了啊，看一下有啥。又是一条小黄鳝，这真的是捅到黄鳝窝了，到处都是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只要是看到这种小水坑，都想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鱼。反正也不是为了抓它们，也不是为了吃，纯属好奇，看看而已。这鸭子出来之后洗澡好像也洗好了，现在水都不愿意下了。时不时的把它带出来，测试一下亲人度，训练一下，一直都没有让我失望啊。走喽，回家，感觉天要黑了。如果过几天还不下雨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沟里面的小鱼什么情况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别亲人，我都1-2个月没管它们了，我去哪里它们还是喜欢跟着。这不，我出来逛了一圈，它们2个又跟过来了。不过最近在换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强。过来。其实我是不想让它们上手的，这2个家伙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喜欢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好肥呀，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饲料和面包虫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这是另外一只，换毛比较慢一点，最近把它关到笼子里面，关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没法说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较弱一点，所以说也算是对它的一种保护。等羽毛换好之后，就不用管它了。这2个家伙自己偷偷学会了说话，会说过来，别的没听到，没教过。飞一下。以前他们俩形影不离，自从把另外一只关了1个月，现在他们都各玩各的，见面就打架。看，刚刚逛到这里，别人正在浇花嘞，他们2个估计渴了，也不客气啊，直接飞过去就开始喝水。有一只还试图进桶里面洗澡。羽毛换好之后，到明年春季要进行野化训练了。走了，去别的地方。等到时候他们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到田里面来了，我围着这个玉米杆转圈圈，他们2个一直跟着转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们给丢了。今天这么亲人，我觉得有点反常。等一会儿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虫吃完了。这围着这里转，再转2圈，我觉得我可能都要转晕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刚还给他们抓了几个蚂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，今天这么亲人。回来之后一看，的确是放的面包虫都被他们吃完了。然后昨天买回来的面包虫还没拆开嘞，他们吃不到，难怪这么亲人。但是也难不到他们哦，就一会儿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们啄破了，开始在吃了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这些家伙就是谁能给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谁好，其实一点感情都不讲。要说有感情，也就贝贝对我是真爱。他的羽毛也换好了，一出来把2只小八哥都吓跑了，每次出来都要暴揍他们一顿，所以说现在已经怕他了。前段时间大家都说他丑嘞，现在不丑了吧？而且这个羽毛还没有彻底换好，凤冠还会再高一点，再等几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问我要吃的，特别棒。